先说结论，皮克斯这次是真的醒了。这部《理想世界》在国外已经杀疯了，烂番茄93%，观众爆米花94%，所有人都在说那个无所不能的皮克斯回来了。但我得问一句，你真的准备好被一只机器海狸弄哭吗？在开始之前帮老头 Z 按个订阅，现在这演算法真的比皮克斯的剧情还难猜，不订阅你可能下礼拜就找不到我了。话说回来，这部《理想世界》由《熊熊遇见你》的创作者丹尼尔·钟执导，这是他第一次挑战大荧幕长片，结果直接丢出了一个核弹级的作品。故事讲述大学生美宝利用最新的跳跃技术，把意识下载到一只机器海狸体内。这听起来很像《阿凡达》，对吧？差别在于，美宝不是要去殖民外星，他是要回归家乡去拯救一场因为高速公路开发而面临毁灭的森林威胁。情节虽然老派，但皮克斯最擅长的就是把老酒装进精美的要命的新瓶子里。目前这部片全球票房已经突破2亿美金，在台湾也掀起了一波讨论热。IMDB 稳在8分以上，烂番茄的高分更是让它成为继《灵魂急转弯》后评价最好的皮克斯原创电影。如果你最近觉得迪士尼跟皮克斯只会炒冷饭、做续集，那这部片就是为了打你的脸而存在的。其实大家都在看皮克斯能不能在纯原创路上走得更远。前几年他们实验了太多风格，有些太小众，有些太说教，但理想世界找回了那种最原始的共鸣，人与自然的冲突，还有那种我们快要忘记的单纯感动。别被他的可爱外表骗了，这底层的叙事野心硬核到让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给小孩看的？首先，我们来聊聊那只机器海狸。美宝进入动物世界后，他结识了海狸国王乔治。这里的动画技术真的神了。皮克斯这次不是在显摆毛发有多真实，而是在处理那种介于机器与生命之间的微妙感。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在那个位置，听着动物们用另一种维度在讨论人类的傲慢，那感觉真的会让你毛骨悚然。很多人会问，这不就是另一部环保片吗？我老实说，它的技术细节极高。电影有一幕运用了所谓的大量微观视角，当美宝以海狸的身份在溪流中穿梭时，那种视觉的震撼力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段导演根本是把观众的质感按在水里摩擦，但竟然摩擦得挺爽，每一次转向，每一次光影变换都在告诉你，这就是皮克斯的软实力，这就是为什么他是老大哥等等。我刚才说这部片很感人，但有一件事儿我一开始也没想到，那就是这部片的笑点竟然意外的黑。有些对官僚体系的吐槽，简直是让我在电影院里直接喷笑出声。瞧，汉姆配音的那个市长角色，真的是把反派演出了全新的荒谬高度。配音阵容真的不用多说，除了乔、汉姆，还有鲍比、莫尼汉那种带点傻气但充满尊严的声线。更让我惊艳的是梅丽·史翠普配音的昆虫女王，戏份不多但气场全开。皮克斯这次选角不是为了大牌而大牌，而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像是为角色量身定做的。主角派珀·柯达把那种大学生的迷惘与觉醒演绎得非常有层次，不会让人觉得是一个脸谱化的英雄。故事的核心冲突在于理解。当美宝意识到动物不是需要被救助的弱者，而是有着自己规则，甚至比人类更懂得共存的智慧生命时，那个情感的转向处理得非常细腻。有一场戏是在月光下的溪边对话，我发誓看到那一幕我连呼吸都忘了。背景音乐的烘托简直是神来之笔，让你觉得那一刻人类与自然的界限真的消失了。作为一个看片看了20年的老家伙，我很少被这种友情戏打动，但这对海狸组合真的很有魔力。这部片最让你不安的不是反派要盖高速公路，而是你开始怀疑人类文明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大误会。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赖以生存的森林就要被摧毁了，而唯一能救你们的是一个意识投射过来的机器怪胎，你会选择信任吗？老头 Z 就直说了，这部片的后半段节奏真的有点赶，尤其是那场动物起义的转折，虽然在剧情上很热血，但在情感堆叠上我觉得稍微有点跳跃。那些动物突然间就变成了游击队队长，这转折硬到像我阿嬷上礼拜烤的法国面包。我能理解导演想要在高潮处增加张力，但这种急转直下感确实打断了一些前面营造的深邃氛围。另一个点是关于反派。市长杰瑞这个角色虽然有趣，但最后的解决方式我觉得有点厚此薄彼。皮克斯有时候太想追求一个皆大欢喜或是象征性胜利的结局，导致反派的弧光在最后一刻像断线的风筝。我在第85分钟的时候差点想要起身，因为那段反派的智商突然下线，这让前面铺排的威胁感瞬间消散了不少。还有关于美宝意识转移的副作用，
电影前面用了很多篇幅在讲这项技术不稳定，我本来以为会像全面启动那样有个深刻的代价，结果最后却被一个很简单的科技重置给解决了。老头 Z 虽然年纪大了，但我的脑子还在。这种挖了大坑却没跳下去的感觉，总是会让追求完美的影迷觉得缺了点什么。不过我必须得说实话，这些缺点在皮克斯这几年的平均水准下，已经算是极小的瑕疵了。比起那些看完就忘的爆米花片，这部片的争议点反而成了我们讨论它的动力。比如说那场动物对人类进行报复的激进念头，这部分电影虽然点到为止，但它确实触及了那些通常动画片不敢碰的阴暗面，让这个童话故事多了一些现实的骨感。这里老头 Z 想跟你们交流一下，很多人觉得动物起义是这部片的崩坏器，但我觉得如果动物只是乖乖被救，那这部片就真的变成普通的迪士尼样板戏了。虽然皮克斯在处理这段时显得很纠结，既想要深度，又怕吓跑家长。如果你第一次看到这段时觉得不适，但也许这就是导演想让你感觉到的。大自然对人类的耐心真的不是无限的。最后，哪种人看了会感谢我？如果你是那种会为了《玩具总动员3》那个熔炉场面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人，那理想世界就是你的菜。它有种皮克斯最辉煌时期的影子，用最简单的故事讲最复杂的人性。如果你带着孩子去，他们会看到海狸的勇敢，而你会看到科技文明对原始灵魂的粗暴剪裁。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毁天灭地的特效大场面，或者是那种需要3层反转才能满足的智斗迷，那这部片可能会让你不耐烦了。它的节奏虽然有起伏，但本质上是一首田园牧歌，这转向硬是有点温情。但正如我说的，这温情下面藏着刀子，想看纯爽片的，可能出门左转去看超级英雄会比较适合。这部片现在在各大影院热映中，听说 Disney 也要在几个月后上架。老头 Z 的最后一句话，去影院看吧，有些音效和细微的环境音，手机喇叭真的听不出来。这是一部值得你安静坐下来100分钟，暂时忘掉社交媒体，去感受一次灵魂跳跃的作品。这不是公关稿，这是老头 Z 今年目前为止最真诚的推荐。总结一下，理想世界不完美，但它非常有生命力。它让我觉得，那个愿意犯错、愿意探索人类边界的皮克斯真的回来了。这不只是一部关于海狸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我们每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寓言。看到最后，你真的会想一想，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留在那个完美却冷冰冰的皮囊里，还是跳进那条充满泥土味的溪流？最后，老头 Z 想问你们，如果你有一台意识转移机器，你最想转移到什么动物身上？为什么？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是为了寻找真相？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订阅按一下，老头 Z 继续给你挖这种值得看2遍的神作。我们下集见。